AIM-7这个名字或许对大多数人来说稍显陌生，但一提到麻雀导弹，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这款导弹作为美国首款中程空导弹，自1947年首次亮相以来，便在中东、海湾战争乃至21世纪的现代战场上大放异彩，其统治地位在半个多世纪的空战舞台上都显得尤为突出。或许有人会好奇，在现代战场上，这样的导弹是否还有用武之地？是否还拥有某些黑科技？答案是肯定的。麻雀导弹虽小，但功能齐全，确实蕴含了不少令人惊叹的技术。二战末期，盟军已经牢牢掌握了制空权，而德国则日渐衰落。为了击落盟军飞机，德国开始寻求新的战术。当时的战斗机主要依赖大口径机枪和机炮等传统武器，击中敌机往往依赖于弹药量和运气。在这种背景下，德国意识到，想要夺回制空权，就必须让炮弹能够在空中拐弯。这一想法在当时看来几乎是天方夜谭，但德国凭借顶尖的武器专家团队，成功研发出了世界上首枚能拐弯的导弹 X4。它在空中的灵活性和准确性让人瞠目结舌，而关于其拐弯的秘诀更是让人大吃一惊。X4导弹发射后，飞行员需要通过控制杆来操纵弹体内的陀螺仪，从而调整导弹的航向，直至击中目标。而这一切的操控，竟然是通过一根长达5500米的导线来实现的。由于飞行员的视野有限，因此在实验中，他们发现1500米是控制 X4 爆炸的最佳距离。除了飞行员手动控制陀螺仪爆炸的方式外，导弹发射后还有声学近炸引信在发挥作用。例如，在发射后的30秒内，如果导弹未能击中目标，它便会在最接近目标的位置自行引爆。这些技术在如今看来可能已显得平常无奇，特别是导弹后面还绑着一根长长的导线，甚至有些滑稽。但在当时，每一项技术都是世界顶尖水平的代表。然而，这枚导弹最终未能投入实战，主要原因是驾驶飞机躲避敌方炮火的同时，还要专心控制导弹的航向，这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 ，X4 最终只能停留在实验阶段。二战结束后，美国和苏联都获得了 X4 的技术，其中最具启发性的无疑是导弹的拐弯技术。不过，继续使用导线来控制导弹显然不符合这两个大国的审美要求。于是，在 X4 的基础上，苏联研制出了第一代 K5 空导弹，开启了导弹技术的新篇章。而美国则展开了雄心勃勃的云雀计划，孕育出了云雀导弹。无论是苏联的 K5 还是云雀导弹，他们都采用了独特的制导方式，即让导弹自行判断其是否偏离了战斗机雷达波束的中轴线，并通过预设程序控制弹体内的陀螺仪，确保弹体始终保持在雷达波束内。简而言之，只要战斗机的雷达持续照射目标，导弹就有着极高的命中率。然而，在50年代初期，由于雷达技术尚未成熟，精度普遍偏低，导弹经常丢失目标。想想看，几年前德国还在使用有线控制，而短短几年后，这根线就被雷达所取代，足见当时技术的局限。因此，从1944年云雀计划的提出到1947年，其编号、名称等细节设计经历了频繁的变更。比如云雀1号最初被称为 KQ-1 导弹，随后演化成 KQ-2，1947年9月又更名为 XSCM-2，而 KQ-2 之后则转变为 XSCM-2A， 最终在1948年确定为 XSCM-2 和 XCCMN。这些代号的变化，正是云雀导弹技术不断迭代更新的生动体现。1947年，云雀项目正式定名为麻雀导弹项目。海军航空导弹试验中心随即开始了对203毫米弹径新弹体的型导弹试验。同年8月，新弹体首次成功进行了无动力飞行。而到了1951年，这一弹体开始投入生产。1952年12月3日 ，F-3D 战机首次搭载了新弹体，并成功拦截了俄附舰载战斗机。到了1955年6月，这一弹体正式被编号为 AAMI-2 麻雀，并配备于舰载战斗机 F-3D 和 F-7上。后来，在1962年，这一导弹系列被统一编号为 M7A。此时，备受瞩目的麻雀导弹可以说已经诞生了一半。为何说它只诞生了一半呢？首先 ，M7A 采用的是驾驶制导，如前所述，雷达精度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在1962年 ，M7A 的生产便宣告停止，最终只生产了2000枚。
其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半主动雷达制导技术已经逐渐成熟。半主动雷达制导是指战斗机自动发出雷达波束，照射目标导弹上的引导头，通过自动测量目标反射信号来控制导弹飞向目标。这意味着，导弹不再需要依赖飞行员的手动控制，只要敌机暴露在雷达范围内，导弹就能准确追踪。有了这种先进的导弹技术，传统的驾驶制导方式自然就显得过时了。然而，半主动制导虽然相比驾驶制导更为准确，但仍然存在多普勒效应引起的误差。当飞机发射的波束从目标返回时，其频率会发生变化，而飞机、目标和导弹之间的相对速度并没有固定的规律，这导致战机在高速移动时，雷达回波的频率难以精准预测。为了满足海军全天候、全向拦截高速空中目标的迫切需求，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在1955年进行了一次突破性的技术尝试，成功将主动雷达制导技术融入到了麻雀1导弹的弹体上，并将其编号为 AMN3， 命名为麻雀2。这一创新举措标志着全自动雷达制导的麻雀2在1962年正式登场，并统一编号为 M7B。主动雷达制导技术的核心在于，导弹在弹道末端利用弹载雷达主动搜索目标，这意味着在发射之前，导弹的雷达已经精准锁定目标，飞行员只需轻轻按下发射按钮，导弹便能自主追踪并打击目标。这一技术在21世纪的空战场面中已司空见惯，但在当时，将雷达切入导弹弹体并实现导弹全自动打击目标，无疑是一项划时代的壮举。然而，尽管麻雀2的实验取得了成功，但在量产阶段却遭遇了重重困难，最终仅生产了2000枚。1959年，美国军方决定终止这一计划，这反映出麻雀2在研发过程中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与此同时，美国海军航空局并未放弃对先进导弹技术的追求，他们与雷神公司签订了合同，共同研发半主动雷达制导的中距空空导弹。雷神公司接手了麻雀1的生产工厂，于1958年1月开始生产半主动雷达制导导弹，编号为 AMN6， 命名为麻雀。1962年，该导弹统一编号为 M7C。此时，麻雀导弹终于实现了量产。在随后的研发过程中，麻雀导弹不断得到加强和改进，例如1959年生产的 SAMN6A 和 YAMN6A 版本采用了6克瓦查 MAX 3可储存液体推进剂火箭发动机，这不仅显著增加了导弹的有效射程，还提升了其抗干扰能力。1963年，这2个版本被正式命名为 M7D。同年 ，M71版本开始生产。该版本采用了洛克达公司制造的新型固体燃料火箭推进系统，代号为38克瓦查。这一新的推进系统进一步提升了导弹的射程和性能，使得BN7E的最大射程达到了惊人的35公里。1972年初，雷神公司迈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他们对 N7F 进行了深度的技术革新，通过引入全新的双推力火箭发动机 ，M7F 导弹的射程显著跃升至40公里，最大使用高度也提升至了2万米。这一突破性的进步无疑大幅增强了导弹的作战半径和作战高度。更为值得一提的是，雷神公司还为其配备了全新的固态电子制导和控制系统，以及先进的半主动脉冲多普勒雷达。这些高科技元素的融入，让 M7F 在射程和精度上都实现了质的飞跃。M7F 作为北约海麻雀舰载防空导弹系统的核心装备，它的每一次改进都牵动着全球军事界的目光。紧接着 IN-7G 版本的出现，更是将这一系统推向了新的高度。它采用了由美国空军 F-111D 飞机搭载的新导引头，大大提升了导弹的锁定和打击能力。而 IN-7H 则以其独特的弹翼设计脱颖而出，其可折叠的弹翼结构不仅适应了更紧凑的 Mk29 舰载发射器，还保证了导弹在发射过程中的稳定性和精准度。从1973年开始生产至今， IN-7H 已经成为海军舰艇防空的得力助手。而 M7M 版本的诞生，则再次彰显了雷神公司对技术创新的执着追求。通过更新为数字式的单载计算机和新的火箭发动机， M7M 将导弹的速度提升到了惊人的3到4马赫，最大射程更是延伸至了45公里。这一速度的飞跃，让 M7M 在应对高速目标时更加游刃有余。而 M7P 则以其强大的机载计算机系统和增强的攻击能力，成为了针对小型和低空飞行目标的利器，
通过精准的数据分析和快速的计算能力 ，M7P 能够迅速锁定并摧毁来袭的威胁目标，为舰艇的安全保驾护航。回顾近20年来麻雀导弹的版本更新历程，我们不难看出美军对这款导弹的极高重视。这种重视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源于麻雀在实战中的辉煌战绩。在沙漠风暴行动中，美军共发射了71枚 M7导弹，成功击毁了26架伊拉克战机，命中率高达37%。这一成绩在当时的空战中堪称卓越。而在过去的几场战役中，麻雀导弹更是凭借其卓越的性能和作战模式，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认可，其影响力甚至跨越了国界。英国的天空闪光空空导弹和意大利的阿斯派德空空导弹都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麻雀的性能和作战模式。可以说，麻雀已经成为了全世界为数不多的明星武器之一，其卓越的性能和广泛的适用性，让它成为了各国海军舰艇防空的必备利器。然而，就在麻雀导弹备受瞩目之际，一场意外的变革悄然发生。上世纪90年代，美国突然决定停产这款空战之星。背后的原因复杂而深刻。尽管麻雀在实战中表现卓越，但美国军方对其仍持有保留态度。首要问题在于，麻雀导弹依旧沿用半主动制导体系，这限制了导弹的制导距离，并高度依赖于战斗机的航电系统。更为关键的是，在引导导弹追击敌机的过程中，飞行员必须确保敌机始终处于其雷达的覆盖范围内，这无疑对战斗机的机动性构成了制约。任何过大幅度的动作都可能导致雷达失去对敌机的锁定，因此，在麻雀导弹成功命中目标之前，飞行员不得不维持一种相对平稳的飞行状态。这种情况下，若突然遭遇其他威胁，如另一架敌机或导弹的逼近，飞行员将面临艰难的抉择：是放弃当前锁定以应对新威胁，还是冒险等待麻雀导弹命中目标后再采取行动。这种被动的操作模式无疑增加了飞行员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然而，麻雀导弹的淘汰并非仅仅因为其操作上的局限性，更为致命的是 M120导弹的横空出世。M120采用主动制导技术，发射后无需飞行员干预，即可自动搜索并锁定目标。这种技术的出现，标志着导弹制导领域的一大进步，也预示着麻雀导弹时代的终结。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 M120等主动制导导弹的兴起，美国军工业逐渐终止了对麻雀导弹的后续改良工作。回顾麻雀导弹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其在过去的30多年里，技术提升几乎停滞不前。然而，即便如此，它仍在一些北约国家的海军舰艇上占据着重要地位。甚至，意大利直接将阿斯派德导弹整合进发射箱，用于陆基防空，并将其命名为斯巴达。这一创新举措无疑为麻雀导弹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当前，乌克兰军队正面临着俄罗斯在战场上大量使用巡航导弹、自杀式无人机和滑翔制导炸弹等先进武器的严峻挑战。面对如此巨大的防空压力，美国可能会考虑提供积压已久的麻雀空空导弹作为军援。乌克兰可以借鉴意大利的经验，将麻雀导弹与地面发射车整合，用于陆地防空。这样一来，麻雀导弹的防空能力将得到充分发挥，同时也为乌克兰军队提供了宝贵的支援。然而，麻雀导弹在陆基防空中的表现究竟如何，目前仍是一个未知数。因此，对于这一军援方案，我们还需要进行深入的讨论和研究。或许在未来的战场上，我们能够见证麻雀导弹再次展翅高飞，书写新的辉煌篇章。好了，起台湾的防空系统，许多人都耳熟能详。在国际上，若随意问起谁的防空系统部署密集、拦截成功率高，台湾常是榜上有名。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真正让台湾走入现代化防空体系的，并不是广为人知的天宫系统，而是另一款10米长的导弹，为台湾的防空奠定了宝贵的技术与经验基础。这款导弹在台湾服役长达37年之久，是台湾最早的导弹部队装备之一。由于年代久远，许多年轻人对其名字知之甚少。从1959年开始，直至天宫系列导弹投入部署前，台湾的防空几乎全赖这款导弹。有评论认为，1959年8月15日这一天标志着台湾步入了导弹时代。今天，就让我们回顾台湾导弹发展的起点，可以搭载核弹头的胜利女神导弹及奈基导弹。奈基导弹源自1945年，由贝尔实验室在奈基计划中提出。
以耐基命名的系列防空导弹可追溯至这一时期，旨在研发多种防空导弹类型。1958年，美军将一支驻扎在阿拉斯加的导弹营，连同人员和装备调至台北县林口，以增强台湾的防空能力。4年，台湾陆军成立导弹部队，全面引进胜利女神立式型导弹，从此开启了台湾的导弹时代。1971年，美军进一步向台湾提供了胜利女神的先进型号，这次部署选在高雄县冈山。自1960年起，台湾陆续引进了中低空拦截的鹰式导弹和高空防御的胜利女神导弹，并将其与防空快炮结合，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防空火力网络，总计部署了4个鹰式导弹营。耐基计划的起源可追溯至1944年，当时传统的高射炮防空系统已经难以有效应对喷气式战斗机的高速度与高空性能，为此，美军提出了开发新型防空系统的需求，能拦截这种新兴的空中威胁。威尔实验室据此提出了耐基计划，而通用电气则提出了一种射程更远的方案，最终发展为 CIM 10波马克地对空导弹。耐基导弹系统的设计是一款专注于区域拦截的防空导弹系统。1953年，美国开始部署首个耐基阿贾克斯导弹系统，标志着耐基计划下的首款产品正式问世。这也是美国最早的耐基导弹系统之一。耐基导弹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第一阶段采用了固体火箭助推器，这种设计不仅为耐基导弹提供了强劲的推力，还广泛应用于其他型号的火箭之中，例如耐基14、耐基大力神导弹，以及用于高空大气研究的 NAS 火箭。耐基系列导弹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不断发展和改进，期间在美军及其盟国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直至更加先进的爱国者导弹系统问世。威尔实验室设计耐基导弹的最初目标是拦截时速超过800公里、飞行高度达2万米以上的敌方轰炸机。对于这样高速的目标，即便发射超音速导弹也难以实现直接命中，因此在拦截过程中，导弹必须精准计算提前量，以便在燃料耗尽之前成功击中目标。这一点意味着单靠单一雷达不足以精准追踪导弹和目标的移动，从而显著增加了防空系统的操作复杂性。幸运的是，美军当时已经装备了先进的模拟计算机技术，并结合了基于英国克里森预测机技术的一系列更高效的防空火控系统，使耐基导弹系统成为现实。具体来说，耐基导弹系统配备了3种类型的雷达：低功率搜索雷达用于初步发现目标，目标跟踪雷达持续跟踪目标，而导弹跟踪雷达则负责追踪导弹上接收的无线电信标信号。此外，该系统还采用脉冲位置调节技术来引导导弹。导弹接收到并解码来自雷达的脉冲信号后，将信息反馈给导弹跟踪雷达。当目标锁定后，系统便进入全自动模式。此时，计算机会比较2组雷达的位置信息，结合目标的速度与距离来计算出拦截点，从而为导弹提供精准的拦截引导。耐基导弹采用了固体火箭助推器与液体燃料第2级的组合结构，使其能够达到3马赫的最高速度，并实现21000米的飞行高度上限，射程达到40公里。为了增加命中目标的成功率，该导弹的战斗部采用了3段式串联设计。然而，耐基导弹的射程被认为是一个显著限制，这意味着导弹必须非常靠近防御目标部署，才能有效拦截来袭的敌机。1951年11月，耐基导弹在首次试验中成功击落了一架 QB-17靶机，这架靶机是由 B-17轰炸机改装而成，显示出其强大的拦截能力。1954年，首款耐基导弹的生产型正式服役，美军首批订购了1000枚导弹和60套发射设备。这些设备不仅用于保护美国本土的重要战略地区，还部署在美国城市周围，以增强当地的防空体系。截至1962年，美军已建立了240个导弹发射基地，这些基地普遍分布在大城市、远程轰炸机基地、核电站和洲际弹道导弹基地等关键战略目标周围，以提供强大的防空保护。每个导弹发射基地由3大区域组成：管理区、追踪搜索区和导弹发射区。管理区作为指挥控制中心，负责整合火控系统与其他控制单元；追踪搜索区则配备了目标搜索雷达、目标跟踪雷达和导弹跟踪雷达，并包括负责计算拦截路径的计算机系统。而发射区则是耐基防空导弹的实际发射地点。
耐基导弹系统定位于高空拦截任务，与区域高空防御导弹或反弹道导弹有相似功能，主要用于拦截入侵的轰炸机等空中目标。其初代型号被命名为耐基阿贾克斯防空导弹，代号 Min3A。然而，耐基阿贾克斯导弹在实际应用中暴露出了一些防御性能不足的问题，尤其在目标锁定方面存在缺陷，导致部分目标未能成功拦截。因此，美军决定对该导弹系统进行进一步的升级和改进。在20世纪60年代，耐基阿贾克斯型导弹经过改良，升级为耐基大力神系统，最初的代号为325，后更名为Min14。正是这款升级型导弹，在1959年被台湾引入，并命名为胜利女神立式型导弹。耐基大力神在射程、速度和拦截高度方面都有显著提升，尤其是在具备拦截弹道导弹的能力后，大幅增强了防御效能。这款导弹的射程达到了160公里，速度接近4马赫，拦截高度更是提升至3万米。耐基大力神导弹的一级助推器采用了4枚耐基阿贾克斯助推器的捆绑设计，大大增强了导弹的初始推力和爬升速度，使其能够迅速反应，有效拦截高速高空目标。耐基大力神导弹的引入，使美军及其盟国的防空能力获得显著提升，冷战期间的多种空中威胁因此得到了更有效的应对。这一系统的成功部署，不仅保护了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也推动了全球防空导弹技术的进步，为后续更先进的防空系统奠定了基础。此外，耐基大力神导弹的第2级动力系统采用了固体火箭发动机，这一设计改进不仅提升了推进力，还带来了更高的系统可靠性。导弹还引入了先进的固态电子元件，取代了传统的电子管，大幅提高了导弹系统的性能和稳定性。在战斗配置方面，耐基大力神导弹配备了重达500公斤的 T45高爆战斗部，确保了对目标的破坏力。同时，该导弹还可以选择装备 W31型核弹头，具备2000吨、1万吨、2万吨和3万吨4种不同当量。美国国内的耐基大力神导弹多装备了2万吨当量的核弹头，而海外则采用常规和核弹头的混合配置。耐基大力神的火控系统也得到了进一步升级，新增了地对地攻击模式，展现出多功能性。到1958年6月，已生产出393套耐基大力神系统。到1960年，美国陆军防空司令部共拥有88个耐基大力神导弹营及174个耐基阿贾克斯导弹营。这一规模展示了该系统在美军防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在台湾服役的耐基大力神胜利女神立式型导弹服务长达37年，直到1996年正式退役。这款导弹不仅是近代防空史上的尖端武器，更象征着台湾正式进入导弹时代。1961年，在台湾淡水基地，胜利女神立式导弹进行了首次试射，被命名为神剑1号演习。这次试射标志了台湾第一次进行导弹射击，并引发了广泛关注。尽管胜利女神立式导弹在台湾并未直接参与实战，但在服役期间成功追踪和监视了超过2万架不明飞机，大大提升了台湾的空中安全。1996年，随着部队撤回安全钥匙，台湾最后一批胜利女神立式防空导弹正式退役，结束了其对台湾空防的贡献。这段防空历史，你是否了解过？同时，我们也非常好奇，大家期待下次我们分享哪些话题呢？好了，本期内容到此结束。对于这些信息，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也请在评论区留言，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我是环宇哥，咱们下期再见。